欢迎回到 Ben 桑日本漫谈，一起品味日本。不晓得大家到日本旅游或是出差的时候，有没有去搭过日本的公车呢？有搭过日本公车的朋友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一下经验。在台北，公车也很便捷，我也常搭公车。前阵子刚好跟日本朋友一起搭台湾的公车，搭完以后，日本朋友的评价是台湾的公车好可怕，印象就是運転が荒い。相反的，我刚到日本的时候，也曾经因为一个举动，吓得日本司机马上广播制止。今天就想来聊聊台日之间的公车文化差异，还有其中反映出对于交通安全的重要讯息。台湾有许多日本人居住，也有许多日本观光客前来。日本朋友喜欢台湾的地方各式各样，我每次也都很赞叹他们可以欣赏到台湾不同的美。不过说到对于台湾苦手的地方，大概就是交通，其中台湾公车更是日本人彼此共同的吐苦水的话题。我觉得这些讨论也相当有价值，所以就把我听闻的整理一下。我们在台湾的公车站看到要搭的公车来的时候，很自然的就会举手给司机示意，但是在日本搭公车是不用举手的。在日本的公车站，只要有人站着，公车就会停下来。一开始我也觉得这不就文化差异而已吗？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反而我们台湾的做法，没有人要搭的时候，公车直接开走，好像效率也比较高。但是关于这件事，许多日本朋友都有提过3个有意思的观点，我整理一下。首先对于乘客来说，需要时时注意公车来了没有来了没有这件事对于心理负担是很大的。当然现在公车站有电子显示器，可以知道大概想搭的公车多久才会到。不过因为实际交通的影响，显示器的时间充其量也只是估值而已，乘客还是必须不断的注意自己要搭的车来了没有，这其实是很耗心神的。其次，有些公车站的视野可能不好，或是晚上视线不好的时候，只要乘客一个没看清楚来车的号码，或是司机一个没注意，乘客就有可能被忽略，而车子就开走了。而司机也需要分身看巴士站有没有人招手，这对于司机来说也是一种额外的负担跟判断。最后，刚刚说的2点，对于年长者和身心有不自由的族群，在运作上更显得不友善。公车作为社会运作的基础设施，本来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量到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的多元群体。大家也可以一起思考看看，日本人这样的观点能不能让整个系统变得更以人为本，变得更好呢？关于开车技术这点，整理日本朋友的意见跟我自己的体验。台北的公车乘车体验不能够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说全部的司机驾驶技术都很差。不过不同的驾驶真的体验差别很大。有时候的确可以享受到舒适的乘车体验，但很常遇到的是，比方说急转弯进入弯道，不保持车距，鬼切车道，急加速，急刹车等等，常常会让人不禁好奇，这司机真的是 Pro 吗？在日本搭公车的体验就相对没什么差距，我自己是觉得特别安心。如果作为一个职业来说，公车司机就应该有相对一致的驾驶训练，带给乘客安心舒适的乘车体验。这也应该是客运公司努力的方向。或许这点不管是从交通安全或是乘车体验，都有值得改善的空间。那乘客呢？我自己刚回台湾的时候，搭公车常常以为后面有人跟我讲话，我还常常回头看，后来发现原来他们只是在讲电话。因为在日本搭乘公共运输基本上是不会有人讲电话的，所以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常常吓一跳。乘坐公车有乘坐公车的 mana， 我觉得这是台湾作为一个文明社会很有参考价值的学习方向。比方说在日本有一个词叫做 mana mode， 简单的说就是手机调成静音或震动模式，但它用的字特别漂亮，翻成中文叫做礼节模式。也就是说其实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礼节。比方说在车内打游戏、看影片都没有问题，但是不要发出声音。戴耳机的时候也要注意是不是有声音漏出来，尽最大的可能不要影响到周围的人，避免迷惑行为。行李或购物袋也不要放在旁边的椅子上，请放在自己的腿上或是脚边，不要影响到其他的乘客入座。这些虽然都是很基本的礼节，但相信大家在台湾的公车、捷运或是高铁上都遇过那种强迫全车厢要一起听他在看的影片，一起听他在玩游戏的那种乘客。
在公共场合，只要我们每个人为彼此多想一点，多为彼此留一点空间，避免迷惑行为，相信整体的乘车体验会更加舒适愉快。最后要说一个我自己在日本亲身的体验。我们在台湾搭公车，不是快到站前就会走到门边，逼一下悠游卡，然后门一开就要马上下车吗？我自己在台湾经历过好几次，下车的时候人都还没有下完，司机就把门关起来要走了，然后后面的人大喊：“司机，还有人要下车哎！”然后司机才又缓缓地把门打开。所以在台湾，如果下车前不先走到门边逼一下悠游卡，只要人稍微多一点，绝对是来不及。我不知道这是我们台湾人的时间特别宝贵，还是公车司机只要慢一点就会被投诉，会吗？总之，我在台北遇过好几次这样的场景。我刚到日本的时候，搭公车一样，下一站要下车，我就一样先站起来，想说先走到门边。没想到我才一站起来，司机就马上注意到，立刻用麦克风说：“翻译成中文就是要下车的时候，请等到公车完全停车，等到门打开了以后，再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敬请一起防止车内事故的发生。”对，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，日本的公车司机会别一个麦克风，边开车会不断的跟乘客沟通，比方说下一站是某某某站，要停车，或是有人要搭车的欢迎词。感谢您利用某某路线公车，我们是几号公车，将前往某地方向。担当的司机是某某客运的某某某之类的，诸如车要开了、车要停了、车要转弯了，都会透过广播跟乘客说明。总之我当时听了广播以后，就觉得很哈兹卡西，也深刻体会到台日文化的差异。不只是下车，当发车时，日本的司机也会确认所有的乘客都已经上车，并且坐好或握住扶手，才会慢慢的启动。绝对不像台湾，只要乘客一上车，门边关公车就已经开了，根本不管乘客有没有坐好或是紧握扶手，乘客边走，公车就边开，实在有够危险。所以我成长在台湾这种豪放的公车风格中，刚到日本的时候就觉得日本的公车有够慢动作，但是生活久了就觉得实在非常细心和严谨。有一说是，日本作为一个高龄化社会，而年长者最常使用的公共交通工具就是公车。各家业者为了防止事故发生，制定非常谨慎的驾驶准则。不过我们说，这样谨慎的风格效率难道不好吗？如果问我日本那样是快还是慢，我肯定是觉得不慢。因为要是有人不慎跌倒或是受伤，对于整个社会的成本远高过抢那1-2秒的效率。而我们台湾未来慢慢也会走向跟日本一样超高龄化社会。车门刚关上就要开车，或是乘客在车还没停好的时候就需要摇摇晃晃地走到门口，比起争这几秒，或许整体的乘车安全跟驾驶的品质更值得关注吧。本期又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犯了黑脸。老实说，做这种题目真的很怕大家不喜欢，也很怕掉粉。不过我可以很诚恳地说，里面的每一句听起来有点逆耳的忠言，都是我心中希望台湾能够变得更文明的殷切期盼。要让社会变得更文明，不一定要等到社会已经很好才能开始，而是要开始改变才能够变得很好。不管台湾社会现在在文明坐标的哪个地方，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一直朝向我们想要改善的方向前进。很多人会说，讲这么多，难道这个社会会因为这支影片就改变吗？我相信，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有想改变的意愿，世界就会慢慢改变。我们要一点一滴改变这个社会，而不是被这个社会一点一滴的改变。大家觉得台湾的交通安全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呢？而日本的交通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或者还有什么感兴趣的内容也都欢迎提供。如果觉得这集做得还算不错，也请帮忙按赞，分享给更多的人，鼓励一下制作团队，一起对抗演算法，让 YouTube 上有更多知识型的内容。让我们用知识的力量改变台湾。